搿就是上海哦，市中心哦，介好地段哦，是哦，2栋楼就搿能样子空了海，没出户客的。一边是繁华，一边是冷清。这条东珠安邦路还是蛮热闹的，都是小吃。前面豫园路也是网红一条街，再往前就是延安西路。现在是晚上6点40分。吓人啊！侬看瞧，整栋楼哦，一点灯光嘛，旁边的2栋，阴森啊！这个树已经长这么高了。我这一生做错都是这大量的事，都是不敢买房子。你说我是魔怔了吗？啊，去跟人家攀，跟人家比，为了斗气子去买房子。当时哈，光头他老爷有钱全花买房子，其他老小买，没得俺们的份儿，我去斗气子。妈，我走房子剧我也比这强些。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持续低迷多年，曾经被认为最抗跌的上海，如今也撑不住了。房价一跌再跌，工作越来越难找，商铺门可罗雀，不少上海人发现自己的日子正在一天天的变紧。很多关注房市的网络博主都在说，上海二手房均价已经跌回到2016年水平，尤其是近2年，随着经济持续放缓，加上房企债务危机，豪宅烂尾楼大爆发。本期节目一起来关注上海楼市的最新状况。这房价跌得太吓人了啊！这房子现在只值30万一套了。朋友们看一下我在哪里啊？这里呢离上海市区100公里左右啊，路边还有卖菜的。这里就是浙江的海盐啊。我老婆呢在多年前啊在这边买过一套，那会买的时候啊总价70、80万，那会买的时候还是新房哦，说升值潜力很大，结果没几年啊就跌得一塌糊涂。房价再跌下去啊，对谁都没有好处。我现在在上海市中心国河路、三门路这里。房价已经跌破了4万一平，这应该是整个杨浦区最倒霉的开发商了，就是这2幢楼。当时最高点的时候不拿出来买，现在结果忍不住了，比小区里面的二手房还要便宜，2房、3房、4房、5房都有。出门就是8号线跟12号线地铁站。远郊区的新房现在2万出头，随便捡漏，无门槛呀。外环的次新房现在跌了3、4成，几乎是腰斩。那么曾经有底气的那些改善的洋房，现在4、5万就能入手了。你要是放在几年前，那是压根不敢想呀。更离谱的是，有些楼盘直接送你产权车位，而且零溢价，直接把买房人干懵了。我们都干懵了。现在没有人几个人敢买房了，个个慌得不行呀。谁不怕？怕高位站岗，怕买错，怕亏血汗钱。越降价是越不敢下手呀。还在租房的看过来了，今年这个广州番禺精装复式公寓搞清盘活动，之前卖40万一套，现在开发商直接亏本甩卖，只要20多万就可以拿下，而且是水明电通燃气，省钱又舒心。现在啊，这种高层的住宅啊，都变成这个定时炸弹了。那住了10几年的业主，突然他们就发现了。自己买的那不是70年产权的住宅，而是一个有保质期的一个消耗品。过了这个期限呢，那就要自己掏腰包来修，修不好啊，卖不掉。这个啊，哪是资产呢？分明就是甩不掉的包袱。被网友吐槽为最丑建筑的广州原大厦，居然4次流拍都没人要。当年砸10个亿打造，光取名字就花了10万，如今从55亿跌到12亿，都无人接盘。有上海网友说，上海二手房均价已经跌至2016年的水平。2016年买房的人账面还能勉强打平，但如果扣除房租因素，按年亏3%算，10年下来也亏掉了30%。而2020到2022年才买入的，如果算上贷款利息等成本，亏损可能已经超过50%。有中介透露，上海陆家嘴核心地段的房子，从当年10几万一平的高点，现在只剩下4万多，跌幅接近70%。法拍房市场也不好过。数据显示，仅2025年10月到12月，上海70%的法拍房都是打5折到7折卖出的。平山每开一个新楼盘，就要把深圳房价拉低1000块，就这样还在不停的开发。单价1万多的新房都出来了。
每天起床就看见这个烂尾楼，挺糟心的。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重建？你看早上看见这种景象，谁受得了？烂尾好多年了，就在我家北向的这个方向。好了，煞眼睛，修好，等到什么时候呢？来，你看看，住上2年了，现在这低楼层根本都没人住，2年了都没见过人。啊，还有这边没有人。来，这个小子，你出来，有本事你过来，再忽悠我，再买一套来。开发商和房产职业顾问当年那些套路，就我一个人是真买的吗？啊，现在住上房子了以后，我们那一层就我一户，其他买房的人呢？这里面有几十栋别墅烂尾了，现在没地方住啊，看能不能找到别墅住一下。我带你们进去看一下哦。我的个天哪，几十栋别墅，他们说荒废有10-20年了，好漂亮呐！我住在古北啊，这2年看到黄金城道步行街的这个 Costa 咖啡店关门了，蛮感慨的。其实作为古北核心的一条街啊，黄金城道咖啡店不少的，一个老牌咖啡店会突然倒闭，确实让人蛮意外的。不过仔细想想也是情理之中。黄金城道的消费力啊和人流量确实已经大不如前了，除了银杏叶掉落的2-3周，基本上没什么人了啊。剩下的老住户呢，遛狗的比上班的多，也没什么人去消费了，真的是太可惜了。你们看，这栋大楼就是潮汕最美的烂尾楼，荒废的欧式城堡，20多年却无人问津。烂尾楼我们都见过，但是你见过如此漂亮的烂尾酒店吗？眼前这座独特的欧式建筑风格的城堡啊，它本来应该是潮汕地区规划中最大的酒店，位于潮汕的安埠镇，据说啊投资了5个亿，有人还说投资了10几个亿。这里就是烂尾了很久的上海贵酒的生产基地。直播间有酒友问我，现在有没有哪个酒厂做来考酒？没有，还是烂在这里的，2年了，几乎是没有变过。直播间还有酒友在说剑南村要来收购上海贵酒，这个我不清楚啊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知道内幕消息的？也有酒友说国台会收购它，这个我就更不清楚了。房价暴跌，再叠加裁员潮，很多有房的家庭陷入困境。上海的一位软件工程师在网上分享，他和老婆原来年收入30来万，在双方父母的帮助下买了第1套房，每年还贷1.3万。老婆怀孕后辞职，自己又被裁，房子从400多万跌到200万，贷款却还剩280多万。他本想着干脆不要房了，断供算了，结果拍卖只卖了150万，银行还倒追他130多万。他和妻子双双上了征信黑名单。他无奈地说，我们的人生从买房那一天起就变了。类似的事还有不少。一位41岁的上海女子失业后投了700-800份简历，全都石沉大海。她只想找份3-4千的工作，有社保就好，可就是没人要。房价、就业、消费3座大山压下来。有上海人发问，现在是全民负债，这到底是谁的责任？老板成了老赖，百姓都是负债，工作只剩下送外卖、跑快递，挣的钱总比花的少。花桥房价没有下跌以前2.5万到3万的单价，很多人期待房价能涨到5万。2年之后的今天，房价下跌了2/3，只剩下了1/3都不到。200万的3房变成了现在80多万，160万的2房变成了现在的60多万，接近300的4房现在100万出头，这你受得了吗？刚刚在路上看房的时候，发现了一套被人遗弃的房子啊，我们偷偷进来看一下。这套房子一看就有10-20年没人住了，桥已经长得比我2个人都高了，花园还蛮大的。好臭，什么味道？白果。哦，白果，不会有人偷偷在这里住吧？我看一下门能不能开。锁了。哇，快过来，这边院子好大。哇塞，这不得有个1000多平啊！真的职业病又犯了。恒大当年投资60个亿的烂尾楼鸽子蛋，据说要打造超5星的豪华酒店，如今早已凉凉。沿着这条
杂草丛生的，你看比我还高。你看它的前厅这一圈，就是他当时规划的还是很 OK 的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酒店的内部了，我们来看一看，还是有人进来过，可能是一些流浪者在这儿有生存过的痕迹。本该是富丽堂皇的一栋楼，如今我们能看到的是一片废墟。朋友们，断供潮是真的来了，现在呢，连银行都快顶不住了。最近呢，有个数据看得我后背发凉，全国的法拍房的数量5年间居然暴涨了1000倍。2019年的时候才几千套，可是截止到去年呢，直接飙升到500万套，这是什么概念呢？算下来，每天都有1.4万套房子被银行强制拍卖，想想呢都觉得吓人。更魔幻的是，这些房子呢，就算降价贱卖，卖出去的钱连银行的贷款都还不上。北京、上海请我去我都不去，为啥？真的不开玩笑，请我去我都不去。我找不到工作，然后我别的成本就不说，就光这个居住成本我就受不了。我买一套得1000万，达到我的标准、我的居住水平的，咱肯定也不能去遭罪，是吧？那总得1000万以上，我上哪去搞1000万？你让我去还房贷吗？所以你请我去我都不能去。大伙儿看看啊，这是我老家小县城，这房子盖得很可怕，很多啊。我奉劝大家一句，千万不要买房，千万不要买房啊！房子以后可能就是白送都没有人要。这句话已经到大城市已经得到验证了啊。房子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任何企业，你挣不到钱，你还是要出去打工，你供着几十年的房贷，会把你拖垮的。你不相信你去试试，白菜价已经实现了，在很多的地方，安徽啦、江苏有些地方，真的10几万、8、9万都能买到一套房。那你还得逛逛，是从哪边啊？哦。刚过完年，带大家看一看北方大山里面的小乡村。现在越来越觉得，不单是城周边的小村子，只有过年的时候有年味儿。像这种小村子，再过个几十年，不用几十年了，10来年，我估计就不会再有人烟气了。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6年1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。首先从同比来看，不论是新建商品房还是二手住房，各县城市的价格同比普遍继续下跌，总体跌幅 3.3%， 与2025年12月份的 3.0% 相比，跌幅继续扩大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